前世，映月的兄长和未婚夫说他仗势欺辱了他们的救命恩人灵儿，为了报复他，未婚夫在新婚夜说他清白被毁，兄长要他进猪笼，一场大火，他拉着他们一起陪葬，不曾想一睁眼竟然重生到3年前。公主殿下，你说太子哥哥看了我的脸会怎么想？他恐怕会让你跪下来给我道歉吧。一个小邪点你怎么告状呢？这样血肉模糊的才好看，对吧？快喊太医！喊什么太医啊？你顶着这张脸才能更好的说我仗势欺人，不是吗？你这样对我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是老喜欢玩我的寝殿旁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在这里发烂发臭吧。怎么是你？我是你的燕儿妹妹，所以你失望了。他是太子的救命恩人，公主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前世我每次怀疑他跟林嫣儿有点什么的时候，他总是指责我太过善妒，直到死我才知道，原来林嫣儿不止救过我兄长，还救过顾景轩。不过顾景轩一直想用我的身份权势扳倒他哥，所以才在新婚夜翻脸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侯府世子。来人啊，有外男闯入后宫。都误会了，我是侯府的次子，是公主赵伟。公主若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只管拿臣撒气。但是臣是你的未婚夫婿，你不能让臣这样难堪。既如此，那我们婚约解除吧。公主那么喜欢我，莫要开这样的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？侯府庶子顾景轩擅闯后宫，冲撞了本公主，赐30大板。兄长叫我来什么事呀？难道又有进贡的珍宝要给我？无故打发侯府公子，甚至欺凌姑的救命恩人，导致他差点毁容。你给我跪下道歉！我身为公主，他们哪一个身份比我高？本公主想欺负他们就欺负他们，需要理由吗？满嘴胡言！你怎么一点礼义廉耻都没有？来人，掌嘴3十！公主，你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，乖乖的吧。谁敢过来，本公主就将他当场赐死。兄长，你要是喜欢林嫣儿，就将人收入东宫不行吗？如今你俩无媒无聘，却做着男女之事，不知廉耻的是兄长才是。公主殿下，你不喜欢我，我可以受着，可太子是你的兄长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他呢？丽月，我不知道你在闹什么，你的行为真的很让我失望。皇宫里允许你们放屁了吗？令月，你还有没有点公主的教养？前世我以为只要我万事顺从，他就会满意我这个妹妹，直到我看见他宠溺地对待林嫣儿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什么长兄如父，全都是狗屁。皇后娘娘到。皇后得知此事，来到宫殿中粉饰太平。皇上寿辰要到了，令月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。是啊，母后最好面子，前世我也是如此，但今生什么面子里子我都不要了。我仗着公主的身份欺负林嫣儿，欺负得更加肆无忌惮。大家都来看看这个毁容怪。公主殿下，求您饶了民女吧。你怕不是在做梦？这是忍不住了，为林嫣儿撑腰来了。父皇生辰时，你要送什么礼物？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前世我精心准备了寿礼，祝愿父皇的江山绵延长安。可惜陆辉要了去，美名其曰是太子也要保江山社稷，然后他转手就给了林嫣儿。寿辰上，林嫣儿献上绣图，父皇龙颜大悦，给了他个女官当当。而我呢，因为礼物被要去了，只简单准备了一个珍宝，从此跟父皇离析。没有，我就是父皇最好的礼物。姑最近为国为民伤了神，不如你为姑绣一副让父皇满意的寿礼吧。关我屁事！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别后悔。没想到我已经躲着那么多人只在深夜秀的作品，还是被他们知道了。公主又怎么样？你的未婚夫不向着你，太子也不向着你，现在你能嚣张，可等太子登基呢？到那时我就是皇后，而你注定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贱人，你就在这里待着吧。身为唯一嫡女的你没有参加寿宴，不知皇上会作何感想？是啊，陆辉以后是要做皇帝的。林嫣儿甚至都在顾景轩面前撕下可怜的形象了，他依旧向着他。你们早就认识了，这个贱人不止救过太子，还救过你，对吧？你们合起伙来一起害我，就不怕父皇知道？所以这次你就别去了，去太医院好好看太手，不然你这手说不定就真废了。是啊，我手都快断了，周围还没有人，一看就是我那好哥哥安排。真是可笑啊！这个女人是救过我吗？你们两人欠下的债，却要我感恩？一群贱货，给本公主去死吧！你再不去太医院，下半身就要废了。你跟我一起去太医院。像你说的，我的手就算废了，也依旧是公主。而你一个断子绝孙的庶子，有哪个好人家的姑娘会选你做夫婿？
更何况还得罪了当朝公主。这寿礼不错，父皇，这是女儿准备的寿礼，却被林嫣儿抢走了。太子身为儿臣的兄长，却抢夺妹妹苦心成果，给外人沽名钓誉。世间只有我一人会这种秀法，这也敢冒充？3个恬不知耻的东西，一个不顾手足亲情，另一个冒犯天威欺君罔上，还有一个做帮凶，这可是要灭九门的大罪。全场沉寂，大家连呼吸都停滞了。3个，除了他们俩，还有谁？另外一个就是鹦鹉侯府的二公子顾景轩。我之所以现在才赶来正殿，全都是拜他所赐。什么？他威胁我不要妨碍林嫣儿的前途，我不听，他就要拿剑砍了我的手，让我一辈子都做不成绣品。混账！老子要一剑戳死这个小畜生！不是什么大事，找御医来看看就是了，何必把好好的宴会闹成这样？大家都接着喝酒，来继续奏乐。原来我怎么不曾发现他这么偏心？父皇，顾景轩见色忘义，实非良配，儿臣不愿意嫁给这样的人，请父皇做主，解除我和他的婚约。父皇，令月近日像是鬼上身一样，神志不清，说话颠三倒四，没一句话是真的，未必会记。儿臣这就把他带下去。这是想要搅浑水，把我打成疯子，颠倒黑白，护住他心爱的小白花呢。皇上，公主最近神志不清，疑似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住了，还请皇上将公主关押起来，请人驱邪做法，不然只怕会酿成大祸。朕听令月说，刚刚你拦住他不让他过来，可是真的？顾景轩这蠢货，我父皇不是昏聩无能的傻子，他凭什么以为堂堂帝王会被他忽悠着出手？臣不是故意的。放肆！公主身为金枝玉叶，你又是她的未婚夫，不说保护她，反而出手伤害她。不仅如此，还倒打一耙，恶人告状，污蔑栽赃朕的女儿，真是狗胆包天。父皇，今日顾景轩为了林嫣儿这样残害儿臣，我们已经撕破脸结怨。日后儿臣若是没了父皇庇佑，他会不会斩草除根？我操！此人薄情寡义，满口谎言，不是良配。还请父皇为儿臣做主，废除婚约。上一世虽然我与顾景轩青梅竹马，却从未想过成婚一事。他只是个庶子，身份低微，而我却是皇后所出的嫡长公主，是顾景轩软硬兼施，以死逼着我苦苦求来了这桩亲事。可他只是想利用我的身份抢夺侯府的家业，我今天一定要将这婚退了。令月和顾家庶子的婚约作废，顾景轩伤害皇家之人，杖责40，关押天牢1个月，好好反省。我操！你他妈！太子，你这个态度是还不认错？这件事他是做的不太合适，虽然是好心，到底惹了点麻烦，不如罚他为皇上抄写10卷求福经吧。令月本想说什么，皇后狠狠剜了他一眼，似乎是要生吃了他。那眼神哪里像我的亲生母亲，倒像是世仇。我没有出现在寿宴，他不慌，被伤成那样，他毫无感觉。可哥哥有了麻烦，他就慌了，也有感觉了。太子便罢了，至于这个抢功冒名的，拉出去杖毙。陆辉立马挡在林嫣面前，不能杖毙呀，谁都不许碰他1根指头。这可是欺君之罪，没灭他9族都算是轻的，你是有什么不满？这件事不怪嫣儿，都怪令月，要杖毙也该杖毙他才是。怎么就怪我了？要不是你非跑过来告诉大家这东西是你绣的，嫣儿就不会被父皇迁怒了。你凭什么为自己申冤，说出真相？满朝文武都被他这句话给整沉默了。听你这话意思，就是我大冤种活该倒霉，给这个贱人做贡献呗。你不就是嫉妒嫣儿，不过是出身高贵罢了，其他地方全部加起来都不及嫣儿1根头发丝。混账！今日的事只不过是民女的一份苦心，想让皇上收到喜欢的寿礼，龙颜大悦，没想到反而惹怒了皇上，招来杀身之祸。还请皇上顾及曾经民女对皇室的恩情，功过相抵，饶了民女一命吧。请恕臣多言之罪。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太子被救一事是林姑娘主动拒绝皇上赏赐，当时表现得那么清高，博得了不少人称赞。怎么现在又自打脸，挟恩图报？林嫣儿含恨看向出生的人，在看清对方的脸后，眨巴着眼睛变成了娇羞。令月也看过去，竟然是他，新晋首辅萧星辰，年纪轻轻就连中3元，又青云直上，迅速爬到这个高位，还长得十分俊美。陆辉和顾景轩也算是长得人模狗样了，是京城公认的翩翩君子。然而和他一比，就彻底成了渣渣。这是我们皇室的家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开口。天家无私事，皇上显然已动怒，身为臣子，有责任为君分忧。行了，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闹成这样是想让全天下人看笑话吗？这个林姑娘也是一片好心，太子更是孝顺，都怪令月心眼太小了点。谁送这份寿礼，最后不都是让皇上开心吗？非要争这个名，寿宴见血不吉利，还请皇上收回成命吧。差不多就得了，我看你最近很有些不懂规矩，晚些让我宫里的老嬷嬷好好教你，什么叫公主的气度和心胸。
皇帝也是被这乱七八糟的情形弄烦了。看在皇后求情的份上，临时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现在立即当着所有人的面打40板子，以后永远不许进宫。不行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父皇饶了燕儿吧。皇帝袖子一甩离开。想抢我的寿礼，给林嫣儿成为太子妃铺路。做梦去吧。萧星辰别开眼，不看林嫣儿。怎么，刚刚落井下石的时候不是很利落吗？现在不忍心了？殿下说笑了，臣并非是对这种人不忍心，只是不想脏了眼睛，看了别的女人身子，日后被心上人调侃罢了。令月撞上林嫣儿妒恨的眼神，陆辉还在旁边心碎呢。他这么明显一副盯上新目标的样子，不太合适吧？既然公主已和顾家二公子退了婚，那便是自由之身，不知臣是否有这个荣幸，改日约公主一起喝茶。为了扳倒太子，我必须多认识一些人脉，这么好的人选可不能推了。就算没派上用场，能气一气林嫣儿也值得。好啊，反正我是个大闲人，萧首府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喝茶吧。寿宴结束，令月被皇后托人叫去坤宁宫。从今天起，你搬到坤宁宫来住，以后没有我的许可，你不准出宫殿一步，否则别怪我不顾母女情分。母后，原来我们母女之间还有情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是不是只有哥哥才是你的孩子？我是你捡来的，我受伤受委屈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反而还帮着害我的人说话。你哥是太子，他当皇帝我们跟着沾光，他倒了我们都要遭殃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？我沾他什么光了？从小就对我不闻不问，不是抢我东西，就是高高在上训斥我，现在又为了一个外人让欺辱自己亲妹妹，还没当皇帝呢，他就这样把我往死里整，等他当皇帝还有我活路吗？往死里整那也是你亲哥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忍忍怎么了？再者，他为什么不欺辱别人，就欺辱你呢？你自己不反省一下吗？那我现在给母后你巴掌，是不是母后要好好反省一下，为什么我不打别人就打你？放肆！王嬷嬷，把公主带下去关在禁室里，让她好好忏悔。令月转身就跑去皇帝的书房。父皇救救我吧！儿臣因为揭露太子恶行得罪了母后，他说要把我关一辈子不许出去，而悄微不听话就打死我。他怎么糊涂成这样？别怕，有父皇在，谁也不能动你。母后现在一心都在太子哥哥身上，其他人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。儿臣继续留在宫中凶多吉少，正好儿臣如今年龄也不小了，是时候出宫开府了。父皇觉得呢？好，朕这就下旨，让工部为你营造最好的公主府。皇后得知此事非常不悦，随便建个府也就是了，怎么这么奢华浪费，居然要花30万两银子。林月是你唯一的女儿，又是朕的唯一的嫡公主，30万两不算多，3万两银子也就差不多了，花那么多钱做什么？勤俭是美德，你这样奢华浪费，哪里像个嫡出公主的样子？3万两抵嫡公主建府，是要笑掉天下人的大牙吗？连藩邦小国的庶出公主都不如了。国库又不是没钱，前不久东宫那边要了20万两银子修葺费，当时你百般催朕拨钱，怎么轮到女儿就这么小气？下个月太子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，钱都给他建府了，太子用什么？母后说太子下个月要用很多钱，是打算做什么呢？和你无关的事少打听。再说了，你又没成亲，住在宫里挺好，出去开什么府？争论到最后，皇帝被皇后的偏心和轻视气到，直接把公主府建造预算提到了50万两。多谢母后，让儿臣的公主府更加华丽了。半个月后，令月来到茶楼里一间隐蔽的厢房。如今我只有父皇庇护，太子那边却是有母后和顾景轩，还有一些支持太子的人。我一定要找到盟友，扳倒太子。三哥，大齐如今风头最劲的就是三皇子陆恒，文武双全，能力出众。唯一的缺憾就是母亲身份较低，这样近乎完美的兄弟，自然是陆辉的头号心腹大患。你这次来找我，是不是想扳倒太子？三哥可愿意和我携手？虽是嫡亲兄妹，可我实在无法忍受他的所作所为。寿宴的事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谁不对。太子实在是过于见色忘亲了。换作是我，有你这么一个可爱善良的妹妹，只会往死里疼，绝不会让一个外人欺负你。我可是女疯子，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你是什么人，我很清楚。那回大家都欺负我，因为我的生母只是宫女出身，到死只是个贵人。只有令月你会主动亲近我，喊我三哥，不许别人对我做得太过分。明明是隔了一层的同父异母兄弟，他说出来的话却更有一个哥哥的样子。如果三哥愿意和我合作，那么以后我只认你这个哥哥，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你登上皇位。口说无凭，不如给我一个安心的保障吧。什么保障？我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臂膀，恰好他暗恋你许多年，不如你下嫁给他，这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姻缘是人生大事，我都没见过他，怎么能一口答应？这样反而没有诚心。也好。我相信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一定会爱上他。世间的女子就没几个能不被他迷倒的。
就算是自己的臂膀，也不至于这么自信吧？这么人见人爱，难不成是财神爷吗？离开茶楼，令月就碰到了萧星辰。你怎么和萧公子在一起？公主，你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？不是，都撕破脸成这样了，还演呢？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？我和谁在一起，管你们什么事？你身为公主，光天化日下和外男这么亲密，真是不守妇道。男未婚女未嫁，一起逛个街就叫不守妇道的话，那你这算什么？和两个男子不清不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死，是不是该进猪笼？萧公子，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？觉得嫣儿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？你是什么样的人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你一定就是这么想我的，所以上次才会公然为难我，对不对？我出身低贱，不像公主尊贵，平民百姓家的女儿都只能抛头露面，亲力亲为，根本顾不上什么男女大防。可嫣儿心里有杆秤，就算和男子们来往，至今我都是干干净净的。不信你可以问太子他们。我和嫣儿清白的很，不像某些嚣张跋扈、毫无廉耻的人，私下都玩烂了。我也是，不过是把嫣儿当自己妹妹看罢了。林嫣儿委屈地看着萧星辰，林嫣儿似乎天生有一种让人失智的力量，男人一旦上了钩，就会彻底被捏着鼻子走。就算是被他吊着没有确定关系，也无脑为他冲锋陷阵，奉献一切。萧星辰这样要紧的角色，如果也被他勾走，那我和三哥的结盟岂不是又添一名劲敌？殿下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，这情形实在是太不堪入目了。好，我们走。原来如此，公主一夜之间忽然变得那么心狠绝情，是因为找好下家了。也是，萧公子出身世家，既是嫡长公子，又这般年轻有为，比我这样的人强多了。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，像你这种下贱的东西，怎么配合人家萧公子比？有眼睛的都不会选你，把你们两个相提并论，都是对他的一种侮辱。这顾景轩真是投错了胎，做什么侯府公子？要是做梨园戏子，早就红遍大齐了。萧公子还真是不挑，以你的身份地位，大齐那么多闺女都随你挑选，怎么偏偏选中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疯子公主，连带着把你的风评都毁了？映月公主是正经尊贵的金枝玉叶，秀外慧中，圣眷正浓，何来声名狼藉？倒是顾公子你，见异思迁，恩将仇报，把难得攀附来的亲事都给做没了，是惊出不少人的笑料，是怎么好意思和我说风评这个词的？说得好，该赏。萧公子想要什么奖励，尽管开口。只要殿下闲余之时能想起我，偶尔见见面，就是最好的奖励了。好啊，这还不简单，我答应你。多谢殿下，多谢顾公子，今日推波助澜，不然我还愁下次找什么借口约殿下出来呢。日后若心愿圆满，一定不忘这份恩情。这话一出，那三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极为精彩。以前都听人说萧首府温文尔雅，举止守礼，没想到居然这么会气人。让殿下见笑了，其实只是分人，有的人不值得对他礼貌。今日之事，多谢殿下，无需道谢。其实我也是有私心，太子无德无能，朝中早就暗流汹涌，身为首辅难以袖手旁观，只求殿下把我看作自己人，将来庇护周全。萧首府这话可是在取笑我？我没有实权，比庇护我还差不多。没有实权就去争去抢，现在开始行动还不算迟。天恩难定，若不尽早站稳脚跟，日后圣宠不在之时，大概率会被那三个人报复。还请放手去筹谋争取，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，我会永远忠诚于殿下。你今日说的，我记住了。令月做生意，开绣房，永乐商行声名大噪，令月一个月赚的都快赶上他好心人的赏赐了。难怪那么多皇子公主都会暗中面心腹臂膀做生意，这来钱就是快啊！皇后差人请令月去坤宁宫，说是有赏赐。我们母女好久没一起说话了，你也是的，怎么这么久都不来请安？儿臣鼠目寸光，不懂勤俭，为母后不喜，怕请安给母后添堵，只能每天在心里惦记了。这话说的，母女哪来隔夜仇？先前见府的事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怕你太铺张浪费坏了名声，以后找不到好婆家。是母后一片爱女之心。听王妈妈说有赏，是什么好东西啊？王嬷嬷捧了一个小盒子进来，只见是一个小小的玉如意，不仅个头小，玉的材质也不好，雕工也一般，拿到外头去顶多卖几十两银子，也不知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。像这样的东西，给陆辉身边的下人都嫌寒酸。我听人说你派人在外面做生意，赚了不少银子。母后听谁说的？是你兄长和我说的，他查过了，亲戚来的那个永乐商行背后，东家都是你宫里的人。太子还真是闲，朝堂大事不去解决，跑去盯着一个小小商行调查。哼，这商行和我无关，我不知道。那绣房里有你的幻影绣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这商行其实就是你开的吧？幻影绣我传授给了不少人，可能谁把机密卖给了绣房呢？别装了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承认了又不会怎么样。那萧家和鹦鹉侯府都过去捧场了，不是看你面子是看谁的。你一个公主没什么花钱的地方，赚这么多钱做什么？最后不还是便宜了驸马？不如拿来给母后帮你保管，以后不怕夫家吞了。我可是公主，夫家在我面前也不过是臣，谁这么狗胆包天，欺负到皇家之人头上来了？
你不肯给，那就借吧，我也不要多的，300万两银子就行，等你兄长事情办好了自然还你。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总之是正经用处，你别问那么多。这是做母后的头一次向你开口，你怎么好意思拒绝？别说还承诺会还，就算不还也是应该的。你身为妹妹，本来就该扶持自己的兄弟，不主动送上来就算了，还非要人开口，有你这么自私凉薄的人吗？300万两怕是不够吧？我直接把自己的身家全都清卖，凑个1000万两给太子，然后搬来这宫中，天天看母后。哦，你真的能凑齐1000万两？那不错，挺懂事的。不过你看我做什么？看你的脸皮有多厚。目无尊长的孽障，居然敢辱骂自己母后！来人，给我好好教训他！令月拔腿就跑到御书房，殿下把刚刚发生的事夸张了7、8分说了。儿臣实在拿不出300万两。母后说，若是不给，就要派人好好教训儿臣。父皇，救救儿臣！300万两，不闹，朕这就去问问太子到底是捅了什么娄子，居然不敢和朕说，而是找自己妹妹开这么大的口。后来，帝后因为这件事差点翻脸，皇帝下令严查太子最近花销。公主，派去查探的人说林嫣儿开了个善堂，现在排队的那些混子，故意当着人的面百般夸赞林嫣儿，只要让她听到了，就能得到铜钱和碎银。难怪母后那么早就开始算计国库的钱，还拉下脸想从我这里弄银子。这种乱来的善堂开久了，金山银山都打不住。看样子是时候往东宫那边安插属于自己的眼线。公主府建成，令月宴请满朝文武，满京勋贵，那可是不少人啊，大厅装得下吗？傻丫头，别说大厅了，侧厅都不一定坐得满呢。发疯一时爽，可代价就是被这些顽固的人在心底鄙夷否定，而偏偏这些顽固的人占了世人的大多数。像我这样离经叛道、不要形象的公主，又没什么实权，他们怎么可能来讨好拉拢我呢？帖子发出去后，大部分人都找了借口推辞，甚至还有人直接不开门的。怎么回事？这可是公主府的邀请啊！怎么？公主又怎么样？没有实权却有敌人的公主，还不如五品官呢。陆辉再怎么不如陆恒，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太子，跟随之人不少。母后最近有点崩形象，然而她的娘家依旧强势，在朝中是不可小觑的势力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殿下，我备了一点薄礼，庆贺此次乔迁之喜，希望您喜欢。这些花束回喜欢。萧公子费心了，改日一定好好回谢。我已经收到了最好的回礼，那便是看到殿下眼睛发亮的模样。有些不甚起眼的低品官员及家属前来道贺。三殿下让我们几个前来投奔殿下，以后咱们的身家前途乃至性命都仰仗公主了。原来是三哥安排的，既是不动声色的给我出使的班子帮手，也是在考验我。这哥哥不错，比太子那个狼心狗肺的强多了。好说，只要你们一心一意，我自然会竭力扶持。公主，鹦鹉侯府上来人了。世子妃秦南风带着许多人，抬着好些箱子走进公主府。听说新建的公主府十分华丽，如仙境一般，我心中仰慕，很想观赏，便厚着脸皮主动上门了。世子妃愿意赏脸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快进来坐吧。殿下，其实今日前来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意思。哦，那还有谁的意思呢？还有我夫君的意思。先前的事是顾景轩对不起殿下，我们和老侯爷都心中愧疚，只是不便公然道歉。你们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？先前秀芳捧场的事我还记得呢。顾景轩做的恶，我只算在他头上，不会迁怒他人，放心吧。我就说殿下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这脾气真对我胃口。宴散后，令月躺了整整1天，总算是清醒过来。令月躺在寝室，吉祥端来醒酒汤。公主，林嫣儿开的那个善堂出事了，银子不够了，给的东西比以前少了很多，惹来许多不满。再加上那顾景轩发现好些所谓平民其实是骗东西的混混，把他们直接全赶走，得罪了这些人。就陆恒那个砸钱的法子，没有母后替他捞钱，根本撑不了太久。而他急着为林嫣儿洗白造势，把那些人的胃口都撑大了。不继续加码，尚且有可能被埋怨，何况缩减，简直活该。饭后，令月戴上面纱出了公主府，去巡看永乐商行名下的那些店铺，发现一个老婆子潜入了绣房后院。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把心思动在了本公主的产业上！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我疯子的名号是怎么来的？老婆子和一个老绣娘被捆着丢在了令月面前。公主府里但凡是不听话的下人，全都被割舌头、挖眼睛、砍掉腿，做成了人质。你们没听说过吗？公主息怒，老身也是没有办法，是林姑娘逼我。原来是林嫣儿盯上了我的幻影秀啊，估计是想大捞一笔，缓解善堂的危机。吉祥，我先前让你收买训练的那些人，现在可用得上。虽然不是个个都出色顶尖，但也不至于会坏事。公主尽管放心吩咐。那就好，你给我打听打听，那林嫣儿最近都何时出门，在何处活动？
回来一五一十告诉我，然后安排好人照我说的做。林嫣儿最近一直在听雨龙喝茶，刚走到门口就被人拦住。这不是菩萨姑娘吗？行行好，赏我们一点银子吧。滚远点，脏死了！是不是认错了？菩萨姑娘不是一直怜惜贫苦之人的吗？怎么会？你们别这样，我今天出来身上没带银子，下次再给你们。林嫣儿被假乞丐撕扯衣服，都说了下次，别再缠着我了，不然我让太子弄死你们。好家伙，开口就要弄死人，他是不是鬼上身了啊？臭娘们，居然敢叫人摸黑报复，让你好好尝尝咱们的手段。林嫣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倒栽葱进了大粪桶内。秦南风来到茶楼里，坐在令月对面。果真是恶人还需恶人磨，那装腔作势的东西遇到蛮不讲理的恶霸，真够精彩的。世子妃为何这么高兴？你不喜欢林嫣儿吗？之前林嫣儿故意支开顾景轩，不小心掉进湖里，穿着湿哒哒的衣服和我夫君说了要他温暖他，你说他是不是贱得慌？我夫君最恨这种轻浮下作之人，当场掉头就走了。比起掉头就走，还是一脚给他踹回去更解恨。他当时何尝不想这么做呢？还不是看在那顾景轩的面上才勉强忍住，虽然心不和，到底是手足，不好彻底撕破脸。你们顾忌着手足之情，那顾景轩却是未必。我模糊听人说，世子书房的一个小厮其实是顾景轩的人，通过这个小厮掌握了不少世子的情报，就是不知道他想利用这些情报做什么呢？这件事我前世快成亲时才知道，还是顾景轩得意洋洋亲口说的。之所以会肆无忌惮泄露这个秘密，一是拿定了我对他死心塌地不会说出去，二是觉得我命不久矣了吧。事情不小，我得立即回去和夫君商量，让他留心，改日一定亲自上门陪公主痛快喝一场。前世我以为是顾承业运道不济，总是遇上倒霉事，其实根本就是他用极其下作肮脏的法子，害死了有底线有良知的顾承业夫妇。他最好是和林嫣儿入灰锁死一辈子，别来祸害其他人。3天后，令月在茶楼里喝茶，萧星辰来偶遇。林嫣儿那事可是殿下的手笔？是，不过这只是个开始，敢打我幻影秀的主意，这点惩罚还不够。实在是太快人心。说起来，此事我该感谢殿下，虽说不是为了我出手，到底是让我避开不少麻烦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最近时常在外面与此人相遇，并发生一些怪事，一次两次就罢了，次数多了，极其令人困扰。多亏了殿下稍作惩戒，他如今在东宫称病不出，我也总算可以放心出门了。看来他对他还挺上心的，宁可冒着被砸鸡蛋菜叶的风险，也要接近他。不知陆辉和顾景轩得知此事，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这林嫣儿看似轻浮毛躁，可身上有种很不对的气息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好像是能蛊惑人心。我也有类似的感觉。陆辉再怎么见色忘义，资质普通，至少脑子还是比较正常的。顾景轩就更不用说了，一肚子坏水，和蠢货这个词不太挨边。可两人遇到他之后，就和中了蛊一样，笔至尽失。只要是和他有关的事，他们就无脑维护，冲锋陷阵，其他什么脸面利益都顾不上。所以殿下对付他的时候，一定要多留几分心，不要轻敌。我之所以不过多干涉，是为了殿下的历练，当然也无需太过缩手缩脚，我会一直站在殿下这边。令月和萧星辰都低估了灵儿的心理素质和脸皮厚度，竟然还不到1个月又开始出门纠缠起萧星辰。令月刚和萧星辰在茶楼碰面，灵儿就跟了上来。萧公子，好巧，令月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见到公主不下跪行礼，还开口就是你我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灵儿跪下行礼。刚才话该我问你才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茶楼又不是宫廷禁地，平民百姓自然都可以来。难不成公主这么嚣张霸道，自己到哪就不许别人靠近？太子都没有这么大的威风呢。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明明是在关心你啊。关心民女？对啊，听说你前不久在这里被人按到粪桶里去了，吃了好多粪，难道不该对这个地方产生心理阴影吗？好臭，你是不是没洗干净啊？怎么你一靠近就有一股味道，刚刚明明还没有的。萧星辰十分配合地递过来一条熏了香的帕子。多谢萧公子，感觉好多了。我只是想做好事，虽然我被人那样侮辱，可我并不后悔。重来一次依旧会这么选择。弄脏的只是我的衣物，而不是我的心。无论下所的人如何羞辱嘲讽，我的灵魂永远干干净净，散发着香气。还真是一如既往，擅长给自己脸上贴金。那善堂是你建的吗？里面的米面药材是你出的钱吗？维护管理是你在做吗？你可真够不要脸的。我知道公主不喜欢我，可也用不着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诋毁针对我。和顾景轩清清白白，公主没必要因为嫉妒就这样为难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。我可是大齐最尊贵的公主，如今生活富足潇洒自在，身边又坐着这等天下无双的貌美贵公子，这福气天下有几个人能享受？倒是你，是不是心底早就嫉妒的发疯了？
可惜你不是我，不配攀扯他。萧大人，不要拆穿我，就让我先装一装，委屈你一下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就是仗着会投胎吗？没了公主身份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一手幻影秀名满天下，就算不是公主，而是普通出身，也足够自己活得很好。而你除了会勾引男人和脸皮厚，还会什么？是呢，全天下只有公主一人会这种秀法，当然足够炫耀了。难怪那永乐绣坊生意红火，天天赚大钱。可如果别人也钻研出来了，公主是不是就损失巨大了？少想得美了，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的。你可别得意太早了，走着瞧吧，看看谁笑到最后。第3天，令月的绣坊就出事了，林燕带着人把掌柜打了。公主在此，谁敢放肆？公主不是一直撇清自己和绣坊的关系吗？怎么现在当众帮着欺负人的奸商撑腰了？拿出证据来，不然别怪我为民除害。你们的价格统一比外面贵近10倍，不过是较为特殊的绣法罢了，比其他绣法也难不了太多。针线料子更是没有区别，凭什么要这等高价？只怕是某些人仗着背后主子的身份，以此为遮掩，弄一些见不得光的权钱交易罢。同为商人，我就看不惯这样的行径。你们来这里买东西，就是助长这样的歪风邪气，排挤良心商家，大家说对不对？百姓们开始抱怨，公主，大家都对你不满呢，这你能忍？这是想要逼我发疯，之后我就会被栽赃成欺压百姓、横行霸道。可惜我才不上这个当。永乐绣坊向来是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又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心头好。大家觉得值，愿意捧场是好事；觉得不值，摇摇头离开也没人拦，是不是？怎么就被林老板说的像是贼窝匪寨呢？公主说的没错，贵有贵的道理。听说那幻影秀的确与众不同，原来是同行相争，利用咱们。公主不要顾左右而言他，这绣坊最大的问题不是定价，而是私下那些不法勾当。本公主乃皇室之人，即便定了罪，也自有宗府处置。何况无罪，哪里轮得到你这种贱人指手画脚？来人，给我把这个不知尊卑的东西狠狠掌嘴！打他！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住手！就算顾哥哥有疏忽的地方，公主也不必下此狠手，难不成是想灭口吗？疏忽？你的意思是他说的是对的？很好，又来一个找掌嘴的，吉祥。民女没有这个意思，民女只是觉得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过是说错话就当众打死，实在是太跋扈残忍了。说错话也要看什么场合，况且我只是让人掌他的嘴，还从没听说过人被耳光活活打死的。倒是林老板故意挑衅巡视，又夸大其词，言语逼迫，实在是其心可诛。给我一起打！公主恕罪，并非我们有意违抗，太子有令任何人不得伤害林小姐，若是她有半点损伤，我们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停手吧！大家都听到他们说的话了吗？林老板的背后靠山是太子，可他却反咬一口。这种不要脸没良心的人，卖出去的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大家可千万别上他的当。幻影秀只有永乐绣坊有，其他都是假冒伪劣。明知道太子会迁怒身边的护卫，林老板还肆无忌惮地挑衅栽赃本公主，说明他根本不把这些人的性命放在心上，更想利用他们让本公主坐实了凶恶之名。这么歹毒的心思，哪里配得上菩萨姑娘这个称呼？叫恶鬼女还差不多。林燕见势不妙，拉着顾影轩落荒而逃。林燕的绣坊比约定时间更早出了第一批货，一时间她的绣坊比刚开业那会儿更加门庭若市，极想跑进公主府来给令月汇报。公主，排期定制幻影秀的几户人家反悔了，说是宁可不要定金，让我们别做了。定金全部返还，然后把这些人家的名单都记下来，以后再也不许卖他们幻影秀。公主，本来咱们绣坊的客人就变少了，这样会不会影响后头生意？如果这次由着他们试探拿捏，才会真正影响生意。若不拿出强硬些的态度应对，以后熟客们岂不是也有样学样，不把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？也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并没有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绣坊上，更没有只经营永乐商行。没多久，林燕便把令月和萧星辰堵在了茶楼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一层被我包下了。谁让你过来的？公主别这么大火气，今日民女来不是来吵架的，而是想和公主谈生意呢。哦，谈生意。民女听说公主的绣坊快要开不下去了，其他铺子的生意也不如以往红火。公主最近应该很缺银钱吧？眼睛长着没用，可以挖了喂狗。我是公主，享有10亿，还有父皇的赏赐，又不是只有一条赚钱的门路。我当然知道公主有10亿和赏赐，可那些都是有限的，怎么可能撑得起公主现在这般奢华的生活？民女也是好心，想只给公主一条路，缓解银钱的紧张，省得打肿脸充胖子，
拆东墙补西墙，最后成为萧公子眼里的笑话。林老板慎言，殿下无论是挥霍还是减少，萧某都不会改变对其看法，即便捧上全部身家，只求殿下一笑也该信。公主一看就是不擅长经营生意的，与其眼睁睁看着名下店铺关门大吉，不如转卖给有能力的人，至少还能继续潇洒奢侈一段时日。公主觉得呢？有能力的人是在说谁？该不会是指你吧？虽然我出身平凡，也不会刺绣，但我也有自己的优点，并不亚于那些耀眼的贵女们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我就靠自己一手把绣房经营得这么红火，不知道多少人在背后夸赞。这样的我，难道不配称一句有能力吗？你这绣坊的生意不过是借着我幻影秀的名头，有恶意压价才换来了暂时的热闹，怎么就成你的能力了？说白了，不过是一条仰仗他人光辉的吸血虫罢了，也敢自吹自擂。殿下所言甚是。萧公子，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不了一切，后天的努力更为重要。如今我已经不是那个柔弱无依的平民女子了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绣坊老板，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和曾经那样仰望着？你赚的这点钱来路不正，注定要吐出来。现在就想接手我的生意，你可真是太把自己当个东西了。别再来纠缠萧公子，他也是你配觊觎的。家里没铜镜，总有尿吧，照照自己的德行。公主这么瞧不起民女，那可敢和民女赌一局？这蠢货可算是上当了。赌什么？就赌民女的绣房能不能彻底胜过公主的永乐绣房。若是我赢了，公主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不如我，并且把萧公子让出来陪我一天。那你若是输了呢？民女任凭公主处置。萧公子，你是活人不是物件，这个赌约牵扯到你，得问问你的意见，你可愿意？若殿下想赌，我奉陪。令月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林烟。既然你想不开，非要来找死，那我也只好成全。如果你输了，就在永乐绣坊的门口跪着学狗叫3天，如何？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萧星辰叫人送来纸笔，亲手写下赌约细节。林烟带着文书恋恋不舍的离开。早知道该让其他人来写这个，一想到他会对你的文书做些什么恶心的事，我就头皮发麻。殿下后悔的只是这个。放心，我不会输的。万一眼见着快输，我会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扭转局势，绝不毁了你的清白。道义诚信是要和人讲的，和林燕儿这种毫无下限的东西讲这些做什么？就得比他更无赖。不愧是殿下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不过我有种预感，殿下不但会赢，还会赢得很漂亮，痛快出气。那就借你吉言。林燕高价聘请绣娘，生意如火如荼之时，他们先前卖出去的第一批幻影绣出事了，不少人在林燕的绣房跟前求公道。你们家卖的是什么烂货？这才多久，里头的丝线就断的差不多，绣面全糊了。人家永乐绣坊的绣品到现在还好好的，果然便宜无好货，咱们上当了呀！这和一开始许诺的根本不一样，退钱。第一批之后，绣品暂时没出问题的人家也慌了神，提前过来要求退货，还在排期的那些则蜂拥而至讨要定金，表示自己不要绣品。林燕害怕这些要账的，躲在东宫不出来。给这逆子禁足，1年不得外出，也不许宴会见客，好好反省。陛下，你就饶了陆辉这一次吧。慈母多败儿，这个混账东西有今日，你功不可没。幻影秀是令月的独创，你不如去好好补偿一下咱们的女儿。皇后见此，派王嬷嬷带着赏赐到公主府，求令月去一趟坤宁宫。令月啊，如今你在父皇面前很有脸面，所有孩子中他最疼的就是你，你说一句话顶人家10句。要不你去帮你哥求求情，让你父皇别关他这么久，再把先前的职位重新给他。母后未免也太高看我，父皇再疼我，也不可答应我这么大的事。我要是有这个脸面，也不至于现在还只是个空头公主了。傻女儿，这可是你唯一的手足，无论以往有再多的矛盾，那都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啊。你哥也知道以前有些事做错了，让我向你道个歉，他都低头了，你还不帮他？哦，只是口头道歉吗？而且还是母后转述，没有什么实际的赔偿。差不多得了，那可是你亲哥，死咬着不放做什么？等这件事你帮他摆平了，不就让他亲自带着东西找你道歉，行了吧？我可不能保证摆平这么大的事，顶多说几句好话，怎么处理是父皇的决定，我干涉不了。只要你过去说那幻影秀是你教林姑娘的，只不过故意藏私没教好，没想到造成这么大的麻烦，你父皇的气转到你身上来一部分，不就可以帮你兄长解围了吗？母后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主动承担骂名和惹怒父皇的后果，就为了成全坑我的人和偷我东西的贱人。你不过是个公主，就算你父皇生气了，顶多就是失宠罢了，没什么实际损失。就算牺牲了你怎么了？你兄长不一样，他可是太子，失去的可能就是整个大齐。那3皇子一派最近嚣张得很，如果最后真的被他夺走了皇位，我们的荣华富贵就完了。在和陆恒暗自结盟之前，
我会毫无顾忌嘲讽大骂，荣华富贵没我的份，有亏反而都给我吃，谁管你们死活？三皇子做皇帝好啊，至少没胳膊肘往外拐的贱人捅我刀子坑我了。现在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去说试试看，不过效果怎么样可不能保证。另外，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别来找我，就算是知青手足，总逮着我一个人欺负吃亏也有些过分了。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令月把自己的脸拍红了一些，这才去了御书房。你的脸怎么了？换秀一事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主动叫林姑娘，又故意藏私，才……母后刚刚已经教训过儿臣了，还请父皇不要迁怒太子。皇后实在是太过分了，这是把朕当傻子看吗？居然打骂自己女儿，逼着你过来背锅。那林嫣儿绣坊的事，朕早就派人查得清清楚楚，分明是那孽障看你生也好动了歪心思。要不是他们没把技法学全，吃大亏的就是你了，傻女儿。父皇别生气，母后她只是心疼太子罢了，不是故意的。皇帝气得伸出手戳了戳令月的脑门。儿臣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父皇给的，就算拿回去也是理所应当。母后骂儿臣是个没用的公主，可儿臣觉得没有投胎成皇子，遇上了这样凉薄的母亲和兄长，反而是一种幸运。幸运？正因为是公主，又和母兄关系不好，所以和父皇的亲情才更加纯粹。皇是儿臣唯一的仰仗和亲人，儿臣只愿父皇健康开心长寿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。皇帝按住令月的肩膀。谁说朕的令月是没用的公主？朕许你往后可无照入宫，参与听政，看你母后以后还敢不敢轻视你。还请父皇允许儿臣抗旨，不能接受。为什么？不是才说只要朕开心吗？怎么就抗旨了？臣从小只喜欢做绣品，对于其他事一窍不通，也不感兴趣。参与政务，对大器百害而无一利。父皇若是真的疼儿臣，就只保留无照入宫这一权利吧。儿臣想时不时来看看父皇，给父皇送点亲手做的针线活儿，如同寻常人家妇女，这样就很满足了。不愧是朕的好女儿，传旨下去，令月公主实已增至万户，俸禄翻倍，往后可随意进出宫中，包括朕的书房。谢谢父皇。不过父皇知道儿臣私下经营商行，不生气吗？这种事无伤大雅，更何况你又没有鱼肉百姓，只是本分分做生意，朕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既然父皇这么说，那儿臣就放心了。等儿臣以后赚了大钱，就给父皇买好多好多东西，再也不用担心那些长舌文臣唧唧歪歪了。令月回到公主府，以前没打过交道的府邸的管事，笑容满面求拜见结交，公主府的威望和声名提升了不少。殿下这次收获颇丰，比起曾经成长很快，我没有敢做人。只不过是得了10亿罢了，算不得什么。说起来还要多谢你。殿下接下来有何打算？太子被禁闭，林嫣儿缩在东宫里不敢出来，他们暂时做不了什么，也不方便对他们做什么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把顾景轩收拾了。这3个人，陆辉最蠢，林嫣儿最贱，顾景轩最阴。难得这么好的机会，顾景轩落了单，不好好出手说不过去。萧大人帮了我这么多次忙，该你开口才是。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？只要我能弄到，一定答应。若殿下肯赏脸，还请让我为殿下画一幅花中美人图，作为传家之物。就这，会不会太简单了？要不你再想个别的？是。如果还要加上一条的话，还请殿下答应我，不要让别人来画，以后只许我一人动笔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萧星辰请令月去他府上小坐，顺带画像。公主林嫣儿最近虽未在外露面，最近却有几首极其出众的诗词流传出去，在京中很是风闹。她还会作诗，应该是找了什么人捉刀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或许太子见善堂菩萨与绣坊老板2条路都走不通，索性另辟蹊径，想让他以才女身份重获光辉。你们萧家全族上学，底蕴深厚，有不少大名士。他们若是想在这方面为那林嫣儿造势，少不得要混京中相关的圈子，那岂不是撞到咱们手里？殿下说的极是，不知可有详细计划？顾景轩文武都不及他的嫡兄顾承业，只能沽名钓誉，耗财买脸，因此他退而求其次，许诺不少好处，才把林嫣儿的诗作塞进一个中等人家女子组成的诗社文集里，借由他们那边传出去。如此，我们也可以这般来。令月将温居宴中前来的官员姚登叫到公主府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在营膳司待了好几年，是时候给你换个地方了。不过呢，在此之前，还得你帮我一个小忙。姚登跪下谢恩。公主尽管开口，在下必定全力以赴。你去告诉他们，林嫣儿的诗词是找人代笔，越多人知道越好。没多久，从令月那里传出去的谣言
在京中传了个遍，兜了个圈，又回到了他耳边。听说了吗？那坑人钱的林嫣儿又开始装神弄鬼了。这个我知道，说是顾家二公子花了不少钱买了几个落魄书生的诗作，英安在他头上，说是他写的呢。岂止没有文采，说是范文盲也不为过。东宫的人私下说了，他给人写信，一张信纸上才几百个字，倒有10几个写错的。人家都不出东宫，只把自己的大作硬塞给外头诗社，也不知是谁家的诗社这么丢人，为了点钱连脸都不要了，带这样的人玩。映月去诗社看戏。如今嫣儿最后一条翻身的路被毁掉，公主是不是很得意？你这屁放的我不是很爱听。自己有本事那才叫翻身，没本事不过是翻船罢了。一个连3字经都能认错字的蠢货，也得他弄出来才女之名，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他看得懂自己那些大作吗？所以公主这是承认了这次的事是自己出的手。是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不只要收拾他，还有你也跑不了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妨碍嫣儿的前途，别说是你，哪怕是天王老子也不行。趁我还念旧情，最好提前收手，否则映月我直接上去一脚把顾影轩踹倒在地。丢脸不要脸的东西，今儿才迟动手一会儿，就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威胁起本公主来了。顾景轩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啊？每次都来我这讨打，一段时间不受点伤就皮痒痒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满足你。你们几个给我狠狠揍他！才刚动手一会儿，侯府的人就赶过来对着求情。公主息怒，二公子最近身子不大好，吃药吃多了，一时糊涂说错了话，还请不要和他计较。目前顾景轩并没有和鹦鹉侯府彻底分割，我把他打死打残了，伤的是老侯爷的脸和心，对我的大计也不太有利。等顾景轩和鹦鹉侯府彻底决裂，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，到时候我再彻底弄死他才是一举多得。回去和你们老侯爷说一声，二公子大概就是在家里憋太久了，才憋出这不知死活的毛病来，得时不时找人拿条绳子把他牵着出去溜一溜，这样才不至于发疯，明白吗？顾影轩被侯府的人抬走。那顾景轩对殿下这般不敬，也是心中有什么倚仗？什么倚仗？或许他觉得公主对他还有余情，不会真的拿他怎么样吧？我人生最大的污点就是这样的贱人订过婚，一想到这事就恶心。他冒犯殿下不止一次了，然而除了皮肉之苦外，并没有受到什么实际的惩罚，所以在我们这种旁人看来，难免有些误会。别人这么想也就算了，你这么个聪明人，怎么也跟着糊涂起来？现在不动真格不是因为心软，而是时机未到。鹦鹉侯府其他人还算明事理，我现在羽翼未丰，何必急着树敌坏事？如果是刚重生回来的那会儿，我说不定早就不顾一切扑上去和他同归于尽了。可现在情形不同，我还恨他们，但也多了清醒和长远的想头。这一世，我要富贵无双，权势滔天，扬眉吐气获得幸福。我要他们眼睁睁看着我一步步抢走他们觊觎的一切，受尽折磨，落魄痛苦，走上绝路。原来如此，虽然隐隐猜到，但还是要听殿下亲口说出来，方才安心。安心吧，我要是那种没出息原谅仇人的怂货，你也别跟随我了，直接一剑刺死我得了，省得糟蹋粮食。殿下说笑了，我怎么舍得对你下手？如果殿下哪天心软改变了主意，我不会再散漫旁观，而是直接出手，永绝后患，避免殿下犯错。好，正好诗社那事还没了结，他是推波助澜的人，必然会下场，索性就借着这个机会一起收拾了吧。顾影轩利用侯府的人脉，逼着诗社里一位小姐作为推荐人，含糊其辞保举林嫣入社，直到诗集出来后，才透露所谓双目居士就是林嫣，导致社长黄小姐贪图1000两银票，遮脸皮为她造势。世家小姐在诗社里讨论应对之策。不如咱们都拼着破些银子，在德月楼那边举办一场公开诗会，请一位名士来现场出题，当众品评，如何？就算姐妹们做的不甚出彩，好歹也能发挥出平时的水平，让大家知道诗集册子里我们的诗词都是自己写的，没有掺一点假。还是你脑子好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？此事不强求各位愿意来的每人交10两银子，我身为社长拿50两，德月楼一桌上等席面，再备办礼物请名士到场，这些钱差不多，不想来的可以不用交。映月在公主府里听到这些消息，辛苦你们妇女了，等这事了结，我答应你的不会忘记。公主一言九鼎，在下岂有半分不放心的。我命吉祥加大力度，把此事宣传的近乎满城皆知。听说了没？那皇家小姐组织的诗社要公开现场写诗了呢。这么有底气，应该都是自己写的，不像某个一直缩着不敢出门的才女。是呢，是骡子是马，现在可算是对比出来了。林嫣参加诗社对外诗会，映月前往德月楼的隐秘厢房。
这林嫣儿绕着全场走是什么意思？念几句前人的诗就能赢得才女之名？明世拿起林嫣儿的诗看了一遍，好诗，愧是林姑娘，才华出众。全场掌声雷动。小女子不才，献丑了，多谢各位捧场。其实我这诗作算不上多好，不过是大家抬爱罢了。顾颖轩趁着这波热度，花费重金为林嫣儿单独出了一本诗集《佳人寂寞吟》。萧星辰去公主府看望令月，不愧是才女，这名字起得惊世骇俗。就这，还是他含蓄收着了。以他的水准，取出更惊世骇俗的书名也不足为奇。殿下接下来打算如何做？万事俱备，只差一个合适的中间人。这个时候，自然是要我的好友世子妃出手了。令月把齐南风请到公主府说明计划。原来林嫣儿的诗是抄的，公主，你这个法子好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她丢脸了，哈哈。林嫣儿被邀请加入贵女诗社，躲在东宫一再推脱。贵女诗社罗婉宁去东宫传话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考虑好了没有？要是不想来的话就直说，以后绝不再和你多废话一个字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脸不要脸啊！我们答应入社，我准备了入社礼，也宴请诗社的贵女参加晚宴。秦南风迫不及待进公主府给令月汇报进展。为了这个妖精，顾景轩可真是倾尽所有，都不给自己留后路了。这又从何说起？太子因为先前擅唐秀芳一事思绪全无，最近又禁闭不能见人，没有弄钱的门道，经营林嫣儿才女声明的一切花费都是顾景轩担负。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要不是我和夫君策反了那个小厮，都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奸诈。他平时总哭穷装可怜，实际上经常与人合伙，暗中坑侯府的钱，中饱私囊。以前我夫君还心软，想着他是一个没有官职的庶子，没有尽孝，经常会给些钱物他，一片真心都喂了狗。不过他吞的那些钱，如今都吐了出来，而且很快就要打水漂了。顾景轩若是得知他不惜动用自己全部人脉和老本制造的这场闹剧，只是给了林嫣儿短暂的几天风光，然后挖了一个大坑，亲手把他心爱的女人推进去，彻底堵死他沽名钓誉的路，他会不会懊悔的半夜坐起来抽自己？顾颖轩给林嫣儿准备的晚宴，令月面纱遮脸也去了。虽然地方不算差，被办的东西也看得过去，可这样的聚会对贵女们来说稀松平常，并不值得对方摆出这么一副让他们占了便宜的模样。林嫣儿的脸色当真好看，偏偏她必须要维持着她人淡如菊的才女人设。公主，你家萧首府怎么没来？不要乱说话，去掉前面2个字。好好，下次不说了。所以他人呢？他实在是太显眼，我让他去后头避着了，哪怕遮住脸。萧星辰那一身风姿气度也实在是太招人注意。那林嫣儿本来就喜欢纠缠他，对他的身段气质想是刻骨铭心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若是惊动了他和顾景轩，今天的好戏还能顺利看吗？你还真是狠心，我说怎么总觉得背后有股幽怨之气呢？林嫣儿对这些贵女太殷勤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做正事吧。不过是个诗社聚会，又不是认亲戚，这么殷勤做什么？开始以花为题对诗，林嫣儿故技重施，又开始了她的表演。写个诗和鬼上身一样，能不能安静点？都被你吵得没有灵感了，能写写，不能写滚。罗小姐是不是太过分了点？我不过是酝酿词句罢了，又没有拦住不让你们写，总针对我做什么？针对你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针对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。顾颖轩给林嫣儿打手势，不要招惹罗婉宁。怎么没资格？如今我可是京中有名的才女，你不过是怕我写的东西太好，抢你风头罢了。你那些诗就最初的几首写得好，后面的远远不及那几首，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要强些罢了，得意什么？那罗小姐在不在这个一般人的范围里呢？除非说你自信一定比我写得好，自己的话才站得住脚。好，那今儿咱们就比一比，到底谁写得更好？怎么比？可别拿你千金小姐的身份压人，强迫大家选你。既然罗小姐都开了金口，那我只好奉陪了。如果我赢了，罗小姐是不是要当众对我道歉？也不是不行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我输了，任凭罗小姐处置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如果你输了，就当场退社，以后再也别和我们有什么牵扯关联。其实我刚刚就后悔邀请你入社了，早就听说过你这个人奇奇怪怪的，没想到这么神经。罗小姐这么瞧不起我，为什么还要主动邀请入社？是故意戏弄羞辱我吗？既然如此，只道歉那未免也太轻飘飘了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跪下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提议，但同样的，你输了也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。行。以罗裙为题，林嫣儿拿着书站在附近的树下，抬手抚摸树枝上的花朵，又十分怜惜地把地上的落花捡起来，用手帕包好，又来到湖边仰手抛洒，落下一滴泪水。这个贱人以为自己是戏子吗？人越多越来劲，他可不仅仅是为了演才女呢。半炷香后，2人诗作均已完成。哪首写的比较好？2首都好，不过林嫣儿的那首更胜一筹。这场比赛我赢得明明白白，罗小姐是不是该履行自己的承诺，当众给我下跪？
燕儿，不要为难罗小姐。是他先为难的我，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分明就是他先挑衅。今日若不立威，以后谁都不把我放在眼中，还得了？你别闹了，你到底是站在谁那边的？再啰嗦，以后我就不理你了。怎么，罗小姐是打算不讲信用，说话出尔反尔吗？什么闺女，人品也不过如此，说出来的话和放屁一样，自己没本事还要挑衅人，输了又耍赖，这是所谓的高门大户人家的教养，还不如我这个平民出身的女子呢。果然，人高贵与否和身份背景没关系。我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，但我有高尚的品格，比某些人强多了。罗婉宁快急哭了，秦南风要去帮忙，令月拉住他，让我来吧。林老板口口声声说自己品格高尚，那为什么连自己亲手立下的文书都不认，至今逃避认输呢？林燕看到令月，下意识后退一步。真当京中人都得了忘事的病，不记得你做的那些恶心事了？故意抢别人绣坊生意，还没抢成功，说好的学狗叫呢？你有什么脸指责罗小姐？本人都不认账，还厚着脸皮夸起自己的品格来了。公主说的没错，我们还只是口头约定，你这可是立了文书的。如果你去永乐绣坊门口跪着狗叫3天，我也不介意给你跪下。行，那就抵了，都别跪可以了吧？不管怎么说，今日我是赢了的，你们以后都要承认她的文采不如我。等等，谁说罗小姐的文采不如你？你可别颠倒黑白啊！明明就是罗小姐的人品文采都甩你几条街。花园里，罗婉宁怔怔地看着令月。刚刚的比试，所有人都亲眼见证我赢了，就算是公主，也不能闭着眼说反话吧？那是因为罗小姐现场临时想的，怎么和你早有准备的比，根本就不公平。公主可别血口喷人，题目明明是现场出的，我怎么早有准备？你知道今天诗会，自己又是东道主，所以提前准备了许多诗，恰好碰上罢了。除非你有胆量敢再接一场，由我来出你猜不到的题目，我才信你。当然，你要是心虚胆怂，大可以找借口离开，以后也别舔着脸叫自己才女了。顾影轩冲上前拉住林燕，还请公主不要激将了，放过他吧。我和他真的只是兄妹之情，公主这么死咬着不放，会让外人和我误会的。顾二公子对自己未免也太过自信了。这京中比你好的男子数不胜数，殿下他要是对你念念不忘，岂会那么果决退亲？以后说话过脑子，别在外随便玷辱殿下的名声。若是让皇上知道你今日言论，你猜他会不会觉得你对他的旨意不满，暗示他棒打鸳鸯？这位公子说的是，顾某受教了。走吧，燕儿，改日再和大家相聚。萧公子，你也来看我做事吗？萧星辰摘下面纱。是呢，所以你愿意接受殿下的提议吗？既然是萧公子开口，那么我愿意。不可，燕儿他们两人今日都在此，绝对有。在场的诸位可都听到了，林老板答应再比一场，此可是真才实学的比拼。若是他赢了，我公开道歉并心服口服，先前文书的事也一笔勾销若。是他输了，罗小姐上一局的惩罚作废，承认自己文采不如人，狗叫的事也要履行，如何？我不需要公主的道歉，只需要和上次一样的赌注，行吗？好。多谢公主为我出头，可是我不一定能赢她，或许会让公主失望了。放心吧，她绝对赢不了你的。其实刚刚你并没有输给林燕儿的文采，只是输给了她肮脏的手段。萧星辰走到令月身边，这回殿下都不问我，直接答应他，不好吗？说明我们如今是自己人，用不着客气，可以直接带你做主。殿下这话我爱听，不枉刚刚忍着头皮发麻施展美人计了。难为你，身为重臣之首和世家公子，居然要对着这种不堪之人美色蛊惑。等这件事结束，想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我能给的都给。我可不可以把殿下这个许诺暂时存着，日后想到了再支取？好，反正你也不会害我。新一轮比试开始，令月把林燕的丫鬟捆了，林燕慌乱找人，跟着她的这个磨墨铺纸的丫鬟才是那个真正的才女。每次诗会出了题目，都是这丫鬟想好了，悄悄写在小纸片上，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交给林嫣儿，让她抄出来。这次我把她带离林嫣儿身边，好戏不就来了吗？怎么了，林老板？没了贴身丫鬟帮忙，你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了吗？为了塑造你所谓才女的名声，不惜用最下作恶毒的手段，拿这个丫鬟的家人性命威胁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她是孤儿哪来的家人？我们还给了她不少钱。顾影轩跌坐在原地，给了不少钱。吉祥走上前，给了林燕2个耳光。你凭什么打我？第一，你弄虚作假，花钱请人作诗，浑水摸鱼，羞辱逼迫罗小姐，还想蒙骗公主讨的好处。2，你自己有错在先，还大不敬对公主不用尊称，只给2个耳光都算是轻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就是这么恶心的人，只打脸已是公主仁慈了。难怪每次都和抽风一样到处晃呢，是怕我们看到他丫鬟那边的动静啊！太贱了，刚刚那么欺负罗小姐，世上怎么会有这样无耻的人？罗婉宁给了林燕2巴掌，飞起一脚把她踹进湖里。贱人，居然还想逼着我给你下跪，谁给你的脸？顾影轩捞起林燕，赶紧离开了。公主殿下，以前我觉得你太跋扈高调了，疯疯癫癫的，毫无金枝玉叶的风范，不太喜欢的。可现在我才发现，你其实是个冷静正常的人，做事有自己的想法。说到跋扈高调，你好像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吧？
怎么还嫌弃起我来了？就是因为我也这样，所以见不得人比我更出风头啊！秦南风走上前，拍了下罗婉宁的头。怎么和公主说话的呢？公主她被家里人宠坏了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心眼不够多。说明她很幸运，遇到的都是真心爱护她的人，不像我，除了一个父皇还算分得清状况，其余的身边之人一个比一个有毒。好在老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让我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，挣扎远离。萧大人，想要的东西还没想好吗？还没有，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敲竹杠的机会，殿下容我好好思考如何狮子大开口。行，你慢慢想，我不急。我记得殿下答应过姚灯那边的好处，这件事他们家出力不少，可不能忘了。答应好他的事怎么会忘呢？只是现在遇到一点难题，本来打算直接开口向父皇要几张官表，可我想到先前在他面前表现得像是无心权势，才得到他的信任和喜爱。官表看似不算太过，可如果让父皇对我起了疑心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做皇帝的人疑心重是通病，即便我是公主，父皇对我的忌惮也不见得会比皇子少太多。父皇现在对我的宠爱是建立于心疼和他觉得我老实的份上。想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有很多，有些事若是不便自己去做，可以借用其他人的手。这就是问题所在了，能够调动摇灯的人还不至于有求于我，更不会来我这边应酬，我该如何借用呢？萧星辰拿起面前果盘里的一粒火枣。殿下此刻应该并不想吃这颗火枣吧？可我看中了殿下头上的金钗，所以我需要一个理由或者一个机会，让殿下觉得自己想要我手中的火枣，然后半推半就，换来我想要的金钗。主意不错，金钗就当我赏你禁言的。令月和罗婉宁在湖畔骑马，你们夫人和姨娘现在还在闹别扭呢。其实就是芝麻大点事，偏偏两人多年来不对付，就一直杠到现在，只苦了我那个爱端水的爹，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。罗尚书在外雷厉风行，威风赫赫，回到自家后宅变成了孙子，只会讨好和稀泥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妻妾哪个都不敢得罪，谁生气了都能上手揪他胡子。倒是有个主意，可以让你爹清静下来。什么主意？听说京中最近开的一家绣坊，最近特别风头，新推出的双重绣，虽不如我们永乐的幻影绣，却也有几分意思。尤其是表达夫妻恩爱情深的珠环屏风绣面，是镇店之宝，不卖的不知多少夫人太太见过就心神向往，拼命开高价想要呢。所以呢，你想办法把这个风吹到你们夫人和姨娘耳边去，让他们亲自见见那屏风，然后说的他们动了心，争起来就成了。绣坊的掌柜曾经拿这东西孝敬我，我没要，但知道他手里能拿出来的有2副，到时候叫你爹偷偷赠给2人，对每个人都说世间只有他有，好好藏起来，别让对方知道。这样一来，不但安抚了2位，还让他们心中得意，怜悯对方，以后不就亲近许多了？还得是公主，这主意实在是太妙了。其实别说我爹，我也烦死这2个人了。从我小的时候闹到现在，一看到他们斗气，我的头就大。倘若这次成功，我一定借着你的好处。罗尚书做好了大出血的打算，可没想到掌柜的是想要几张下位官表。罗尚书许诺给他5张。姚灯前来公主府拜见令月，令月把官表给他。多谢公主提携，只要你忠心于我，未来必有出头之日。5天后，令月来到鹦鹉侯府，顾影轩正在被打板子。令月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是你自己为了给林嫣儿炒作才女名声，把自己手头的财物都砸没了，怎么怪我？不过你们打的还是太轻了，都没吃饭吗？顾影轩几乎快要被气昏过去。秦南风叫走令月，他把心思动在了侯府公账上，悄悄挪走了1万两银子。他后来想要悄悄补回来，结果你们没给机会。这次的挪用露出了破绽，和他勾结做空账本的老管事被打入大牢。我们在拿到关键性证据后，向老侯爷摊了牌。公主，这次我必定为顾景轩安排一门合适的亲事，找个贤惠又厉害的女子管着他，不让他再给公主惹事。以后他们夫妻俩就老老实实过本分日子，侯府保证他们和后代衣食无忧。老侯爷，顾景轩人品不怎么样，他绝对不许再伸手沾染侯府的任何产业和差事。公主说的是，我还下了令，他以后不许和那个瘟神林嫣儿来往。老侯爷离开大厅。顾景轩这个人心思歹毒，尤其是现在他不得老侯爷喜欢，更容易铤而走险，你要小心。多谢你提醒，其实我夫君也想到了这一点，要不是怕影响中子嗣一事，他早就提前下手了。如果被我发现他对我夫君动了不该有的念头，即便没有得逞，我也要一刀砍死他，永绝后患，哪怕一命换一命也无所谓。怎么能为了这么个人渣搭上自己的一生呢？不牵连自己报仇的方法很多，比一刀砍死他更解气的也不少。说的也是，再怎么说还有你呢，我还怕他遭不了报应。吉祥赶来侯府，向令月禀报东宫情况。公主，听东宫伺候林嫣儿的贴身宫女说，她和太子每夜都同床，虽没有那什么，但他都有脸做，你怎么还不好意思说了？直说便是。林嫣儿和太子除了没有做那一步，其他什么都做了。2个人每天叫喊的和鬼一样，还经常把床榻间弄得脏污无比，就连见多识广的近身伺候宫女们都有些受不了，想尽办法避开伺候之夜。不知道他和顾景轩
是不是也是这种清白法？皇帝召见令月入宫。林月，今日叫你入宫不是为了别的，正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。你可还记得自己的表哥王安志？他前不久才升了官职，模样一表人才，对你也颇有好感。他们家派人来向朕提亲，说是亲上加亲，你觉得如何？这人我怎么会不记得？那可是印象太深刻了。这是个顽劣不堪的纨绔，他棉花素柳，暴虐不堪，经常动手打女人。说他前面一个妻子就是被他活活气死的。令月伸手擦着眼泪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父皇，儿臣是什么时候无意间让你生气了吗？怎么会？你是朕最疼的孩子，为何这么说？那个表哥是京中出了名的恶人，最喜欢的就是打自己老婆了。前头一个正妻就是被他活活打死的。我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得罪了父皇母后，要找这么一个人来好好教训朕着我呢。你胡说什么？前头那个明明是被气死。母后是真以为我纸醉金迷，挥金如土啊？背地里我可从来没有懈怠过安排眼线和刺探消息。你不是和朕说这个人孝顺体贴，是出了名的好公子吗？气死正妻的事怎么一个字都不提？我是觉得事情不大，没必要。气死妻子的事情还不大，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居然想让自己的亲女儿嫁给他，你是一点都不心疼令月啊？皇后跪在地上，捂着脸哭。我听娘家人说他已经改了，如今不打人了，所以才想着试试的。再怎么说，令月都是他的表妹，又是公主，他还能欺负她不成？再说了，他都退过一次婚了，名声不好，其他人未必肯要他。别说了，母后，儿臣知道，别恨儿臣当初没能成功为太子背锅，才故意安排这么个人来求亲。儿臣别说退婚，就算是合离，那也是尊贵的金枝玉叶，谁敢嫌弃？那是嫌弃父皇。糊涂东西，无知至极！从这起，你也在坤宁宫好好禁闭反省，3个月内不许出宫。皇后被人强行带下去。好孩子，朕不是有心的，其实有件事没有和你说。前不久有外国使臣想替他们的王求娶你做王妃，朕没答应。想着就你这么一个贴心的女儿，怎么舍得嫁得那么远？所以你母后一来说，又是亲上加亲，朕只想把你留在京中，无人欺负。父皇待儿臣的好，儿臣刻骨铭心，怎么会怀疑？只是母后那边对儿臣一直颇有意见，还请父皇日后对他的提议多几分留心。母后认定了太子才是他的依靠，所以即便是亲母女，也未必真的想要儿臣过得好。这件事必须在父皇心里留下一根刺。说起来，你的年龄也不算太小，可以考虑定亲一事。不如你告诉父皇看中的公子，咱们把事情抢先定下来，这样你母后她就没办法插手。儿臣没有看中的，也不想成亲，只想一辈子快快乐乐的做父皇的宝贝女儿。说什么孩子气的话，即便你成了亲，也是朕的宝贝女儿。那不一样，女子成了亲，就会被教导以夫家为重，不能和未嫁时一样时常回娘家了。就算夫家看在天家的面上，不好阻拦，可说出去，外人还要怪父皇教不好女儿呢。朕听说你和那萧首府一直来往频繁，他又是个未成亲的，不如把你下嫁给他。儿臣和他只是普通好友，不是男女之情。父皇不要乱点鸳鸯谱，耽误了人家的姻缘。儿臣现在没有喜欢的人，如果有，一定会告诉父皇的。那就好。令月你性子单纯，她心深权重，就算是公主，她想要拿捏也易如反掌。世家人口复杂，规矩多，朕怕你嫁给他后就不像现在这么潇洒快活。和这种人做夫妻不好，还不如一直做朋友，有他护着你，朕也放心些。父皇是天下最心疼儿臣的人，哪天父皇不在了，儿臣也跟着。不许胡说，要是被外人听到，朕也保不住你。以后驸马的人选，朕亲自把关考验。你这傻孩子，口无遮拦，毫无防范，真是让朕操心。令月离开皇宫后，直接前往萧家。他将皇宫中和皇帝的对话告知萧星辰。你是怎么想的，父皇？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皇上是心疼殿下，不希望你趟浑水，只希望你平平安安度过简单快乐的一生。那浑水是指你吗？可是你虽然是首辅，却并没有参与其他派系间的争斗，只一心效忠于父皇啊。不参与和不能参与是两回事，现在不下场，不代表以后不下场。况且我在朝中还算是说得上话，算得上自成一派。皇上顾忌我理所应当，他希望殿下和我保有一定界限，也是不愿意日后和殿下站在不同的立场，父女走到翻脸那一步。好像懂了父皇的苦心，做好友不一定利益深度捆绑。萧星辰的好友很多，其中甚至还有太子那边的人，但做夫妻就不一样了，尤其是生了孩子后，更是一条船上绑死的人。可惜的是，我不打算领情，我也希望父女和睦，不要走到兵刃相见那一天。可这个心愿是有前提的。殿下是怎么想的？父皇大概怎么都想不到，我已经下决心置自己的手足于死地吧。我和父皇早就站在了不同的立场，只是他暂时没有察觉罢了。他低估了陆辉对林嫣儿的狂热痴迷，也低估了我对他们这伙人的认识和仇恨。我和陆辉只能有一个活到最后。令月正在殿中吃水果，吉祥跑过来汇报：禀公主，皇后娘家才升任4品武官的侄子，就是先前说过气死过妻子还妄想娶公主的那位王公子，昨儿出事了。你是说王安志？
他喝花酒醉了，回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伙歹人，不知起了什么冲突，被重重打了一顿，据说是彻底伤了那处，往后都再也去不了花楼了。以后岂不是不能叫他王公子，要改叫王公公了？老天有眼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听说他好像还没有孩子吧？母后得知自家侄子成了这个德行，大概率又把锅甩到我头上，恨我恨得眼睛出血吧。不过债多了不愁，反正他恨我的缘由太多了，再添一两件也无所谓。自从看清了母后的真面目，我就知道他这辈子都不会出自真心待我，对他没有任何期待。王嬷嬷奉皇后的命来到公主府骂令月，公主你也实在是太恶毒了，那可是自家的表哥啊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难不成公主是打算和自己外家彻底撕破脸吗？别在这好了，回去告诉母后，不是我做的。如果是我，怎么可能只废了他的子孙根，连他的命都保不住好吗？如果不是公主，为什么那伙人丢下？如果王家再敢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小想他们不配之人，下一次的教训就不止这个了。这么一句话，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人影，但不太确定。那么优雅从容的人，怎么会用这么直接粗暴的手段？感觉不太像他的画风。难道公主想到是谁了？没想到，你们回去好好调查一下，查出来结果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要亲自带礼物上门道谢。王嬷嬷气呼呼地离开。晚间，令月让吉祥请萧星沉入公主府。殿下唤我来，所为何事？王志安的事是你找人做的吗？是。为什么？他人猥琐，品德败坏，王家并不是没有合适的未婚男子，却安排这样的人求娶，无疑是对殿下的挑衅和侮辱。我只是想让王家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，下次在越线时好好掂量掂量。废了他身子，不过是个小小的警告。倘若他们继续不知死活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后悔。多谢你为我打抱不平出手，往后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别客气，尽管来找我。我现在就有个大胆的请求，望殿下许可。什么请求？我与殿下是妾邻，平日里来往的次数也多，每次绕远路过来，实在是太费时费力了。恰好我那边花园与殿下这里的花园相接，不如直接打通墙壁，开一条小道，以后无论去哪个府里都方便。殿下觉得呢？说的也是，就这么办吧。不过是开一条道罢了，随时可以再关上。而且，萧星辰也是对我极为忠诚友善的人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令月回到寝宫，问吉祥商行的情况。喜乐那边刚刚送了账本过来，公主可要看？令月翻看账本，新商行依旧是大赚的，只是永乐商行比先前少了许多，有些不正常。要不让奴婢佳丽那边派一些靠谱的人去查一查，看是不是有人在做手脚，尽量不要打草惊蛇，查到证据就立即回京禀报给我。过了3天，吉祥家的人很快调查出结果，来公主府汇报。公主果然是出了蛀虫，拉帮结派，互相包庇做手脚，中饱私囊，少说吞了10万两银子，把他们打入大牢，严刑拷打，追回银款。公主只追回来3万两，剩下的去向不明。那就继续往下查。半日后，吉祥带来消息，你是说是顾景轩那个贱人？怎么他又蹦跶起来了？上次不是被老侯爷打得起不来床吗？回公主，正是他，而且根据查探，甚至还有些公主府内的门客也参与其中。白吃白喝不做事，我可以忍，可居然和我的仇人勾结在一起，本公主必须要杀鸡儆猴。令月把这些门客五花大绑到正厅院中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是一顿鞭子猛抽。你动用私刑屈打成招，这不合律法。私刑不过是抽几鞭子，算什么刑罚？本公主是父皇最疼的女儿，你们让我不痛快便是藐视天家，就算打死也是该的，顶多关我几天禁闭，这也是律法。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招了吧。若公主向皇上撒个娇，你猜他肯不肯把你们丢到锦衣卫的审讯牢房中去？那锦衣卫何等手段，想必你们都有所耳闻。进去了少说扒一层皮，权势不保也很常见，没有什么话是从你们嘴里掏不出来的。何苦现在嘴硬，后头受大罪呢？锦衣卫身为父皇直属的刺探审讯机构，他们出了名的铁血无情，心狠手辣。但凡是进去不老实的，权势不保都算是轻的。是顾景轩偷偷找到了我们，许以好处，并表示自己承担一切责任，要我们帮忙出面替我介绍几个人进铺子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到时候我就分你们3成银子。顾景轩还说，出了事他来兜着，我们只用不知情就行，怎么算账都算不到我们头上的。我们怀疑他都不住，他就说公主对我可一直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割舍不断情谊，要不然他为什么那么恨林姑娘，一直不肯放手针对，就是因为吃醋。听完最后一句话，萧星辰气场都变了。这几个人吃里扒外，辜负公主恩情，实在可恶。拿我的帖子送去赵堂官那里，叫他好好审讯，往死里收拾。萧首府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？刚刚明明不是这么说的。几个门客被人拖下去，萧星辰看向令月，请殿下恕罪。我听到他们这么忘恩负义，一时没能忍住心中愤懑，擅自越过殿下处置。无妨，下不为例便是。殿下打算如何收拾那顾景轩？此人狡猾至极，平安查到的线索也只是间接的，算不上证据确凿。这几个人虽口头招认，可并没有留下任何佐证。殿下的意思，莫非是和以往一样，继续纵容他？我何时纵容过他？每一次都让他付出了代价，并往我想要的方向进展了一些。这事说大不大，
说小不小，若是严刑逼供，就算得出了我想要的结果，也会落得个公报私仇、屈打成招的把柄。老侯爷那边对我的愧疚感降低，反而去心疼这个贱人，那岂不是前功尽弃？殿下说的有道理，是我一时没能控制住心中厌恶，被情绪带着走。你哪里是会被情绪带着走的人，不过是检验我可有进步而已。殿下太高看我了，我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，怎么会不被情绪带着犯错呢？放心，这件事我不会轻易放过的。走吧，去书房，我打算给老侯爷写一封信，银子我是一定要拿回来的。令月的信被送到侯府，顾景轩勾结我的门客，派人混入我商行，做假账中饱私囊，坑了我差不多20万两银子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但我看在两府交好的份上，又要为老侯爷与世子夫妇留体面，所以把供词上顾景轩的名字划掉。侯爷以后好好的把这个逆子管紧点。这次我忍了，下次可没这么好的事了呀。2个小时后，秦南风亲自带人登门，他要下跪行礼，被令月拦住。你我之间何必这样，反而生分了？况且也不是你们的过错。就算不是我们的错，但你忍下这件事也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，别的也不多说了，请你来我们府上一趟吧。老侯爷和我夫君他们都等着了，今天不让你彻底出气，这事儿没完。能不能把萧公子也带着？当然可以。多谢殿下体恤，知道我一心想看热闹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如此照顾。令月和萧星辰一行人浩浩荡荡到侯府后，才一进内厅，就看到被打得几乎不成人形的顾影轩满身血迹狼狈，被五花大绑跪趴在厅中央。老侯爷何必如此？为了一个不孝子孙把身子气坏了，倒是不值得。家门不幸，出了这么个混账东西，真是没脸去见列祖列宗啊！要不是公主你宽仁大量，堂堂侯府公子去骗取别人商行的钱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足够我们顾氏一族抬不起头一辈子了。老侯爷可千万别这么想，龙生九子各有咸鱼，谁能保证子孙个个都坦荡出息呢？总有个把老鼠屎混进米里。更何况侯府这一只子熙暂不繁盛，他好歹也是老侯爷唯二的血脉，若是打出什么事来，后果更严重。我吃点亏没事，可不能让侯府断后啊！秦南风捧来一个匣子，这里头是我们对公主的赔偿，这畜生拿了20万，我们赔双倍。从今往后，老身为公主马首是瞻，让老头子往东绝不往西。谁敢当前面说公主一句坏话，且先问问我手里的长刀。老侯爷这等诚恳道歉，殿下也不是心胸狭隘之人，此事往后无需挂记了。只不过二公子似乎是一个不长记性的人，上次被打得不轻，却完全没有悔改之心，反而变本加厉。这次公主看在侯府的面上放他一马，下次若是惹了不能惹的人呢？萧首府的意思是，既然留他的目的是为了留种，而不是在外招摇惹事，何不直接打断他2条腿，咬在侯府内，再寻几个身子结实的房里人为他留几个血脉呢？顾二公子如此胆大妄为，不就是仗着府上人丁稀少啊？等有了孩子，想是他的底气也不会那么足，知道老老实实了。不错，这个办法不错，我这就打断他的2条腿，让他以后想偷偷溜出去都难。够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他若不悔改，就算真的断了腿，照样要爬出去生事，反而还心中怨恨，日后生出更大的祸端来。更何况他成了废人，不过是给侯府增添议论负担。老侯爷不如多派些人把他盯紧点，尽早找个厉害些的儿媳看管压制住他。说不定等成亲生子后，顾二公子有了牵挂桎梏，就学乖了呢。公主说的很是，老头子这就去安排，以后绝不给公主添麻烦。若这孽畜下次再犯，不用你们开口，我亲自把他大卸8块，尸身送到公主府去赔罪。回到公主府，萧星辰一直都在沉默，怎么不说话？可是热闹没看过瘾，还想再看看别的。殿下明明承诺过不会雷声大雨点小，结果只是拿了点银子，听到老滑头几句空口承诺就轻轻放过。这事是我撺掇，又是亲爹打断他的腿，恶人由我们来做，事后就算恨也恨不到殿下身上来。殿下何必开口让老侯爷网开一面？雨点小，你错了，根本就还没开始下雨呢。顾老侯爷嘴上说要他死，可一听说要打断腿，却有几分犹豫，可见心里头还是割舍不下的，要让他对这个儿子彻底死心了，再痛打落水狗。希望殿下是真的这么想，而不是找借口隐藏自己的心意。你是把我看得有多饥不择食，那个下三滥的东西。可他定过亲比坐过牢还丢人，怎么可能还依旧念念不忘？是我说错了话，殿下见谅。你说错的可不止这句话，还请殿下告知。如今满京谁不知你我亲厚？今日侯府这么私要之事，我说让你来，世子妃也无二话，可见大家都默认你和我不分彼此，所以下次做坏人曲折着点，不然我还是会被你牵连。只是没想到殿下平时看着直率少私，说起这种话来却是这般撩人。撩人这个词和我有关系吗？萧星辰离开公主府，令月让吉祥去调查了刘皇商家的一位小姐。禀公主，刘家小姐还没出嫁，但已经定了亲。定了亲算什么？直接让他们退亲。派人告诉刘皇商，有一位勋贵出身的公子看中了他女儿，要娶回去做正妻，不退亲，这天大的好事儿可就白白错过了。秦南风被请来公主府，刘皇商家有一位小姐，长得那叫一个千娇百媚，又泼辣能干，是个压得住你们家二公子的。
只是这亲事我不好直接做主牵线，顾景轩肯定以为我要使坏，所以得由你出面，一定要想办法让老侯爷答应这门亲事。我正愁这个呢，老侯爷把你上次的话牢牢记在心里，天天催我找个合适的娶进来。只是如今二弟名声不太行，这刘家又不用卖女儿吃饭，能答应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亮出你们侯府的招牌，他们全家都会高兴的屁滚尿流的。上一世我和这位刘小姐并未打过交道，却知道她刘小姐刘翠莲第一任夫君是个老实读书人，没多久就被她吸肝病死了。再嫁后，她和府里的少爷管家都勾搭在了一起。东窗事发，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弄死了老爷，又毒死了吃醋要告发的管家，可谓心狠手辣，配顾景轩刚好。顾颖轩拒绝这门亲事，顾老侯爷恼得直接提起了长刀，冲进他房间。不孝的东西，给你点好脸色就又忘了自己造的孽是吧？要么老老实实娶人，要么老子直接把你2条腿都砍了，以后找10几个粗丑丫鬟，直到生出孩子。父亲，我答应。顾颖轩和刘翠莲成亲后，秦南风跑到公主府找令月八卦。不愧是你呀，这个刘家的可真是个猛人。怎么个猛法？说来听听。新婚夜的时候，顾景轩不肯同房，那刘翠莲二话不说，拿起鞭子把他抽了一顿，抽着就滚到床上去了，闹腾了一夜呢。第二天，顾景轩甩狠话，再也不靠近他这个不守妇道之人。然而一到晚上，两人又热情似火的。真的？怎么到晚上就不怕对不起他的嫣儿了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顾景轩估计就好这一口。我本来还担心这刘翠莲完全不敌林嫣儿，现在看来她还是很有几下子的。这才多久就拿捏住了顾景轩，等他日后骑在顾景轩头上作威作福，不知道林嫣儿听到他的顾哥哥和新婚妻子如此恩爱，会是什么反应呢？不等林嫣儿有动作，白河决堤，南边2个州府遭了灾。令月抱着小钱匣进宫求见皇帝，还得是公主呀。皇上一听你来，皱着的眉头都松快了，还请公主多陪皇上一会儿，让他高兴些。令月给公公塞了片金叶子，这些时你们辛苦了，这点东西只当是我身为父皇女儿的一点心意吧。多谢公主殿下。令月进入御书房，不是说了好几次，过来了就直接进书房，又没什么你不能看的东西，非要在外面等那么久。父皇让我随便进书房，是疼女儿，所以我才更要为父皇着想，方能回报这份疼爱。还是朕的令月好，每次见你时，朕才能体会到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，不像你那些兄弟姐妹。萧星辰曾经告诉过我，凡事都要有个度，清醒懂事固然好，可更要时不时故意露出点破绽，才能让多疑者彻底放心。在父皇面前，尤其是要如此，因为他们是先把父皇当皇上，其次才是父亲的。父皇可别把我这话拿出去说，不然兄弟姐妹们都要被我得罪完了。好，朕绝不拿出去说。对了，乖女儿今天来所谓何事？令月赶紧把手里的匣子递给皇帝。父皇，我听说水灾国库缺钱，这里头的钱是商行郭明正大赚来的。女儿没什么大用，只会做点小生意，解决不了朝堂上那些事，但是也想为父皇分忧。父皇别嫌弃少，这是我能拿出来的全部了。皇帝把钱匣重新递给令月。好孩子，你拿回去吧。父皇是嫌少吗？我可以把铺子也……大齐好歹也强盛了这么多年，不至于一场涝灾就负担不起，更不至于要朕的公主掏空家底。现在外头闹，只是派系之争和分赃不均罢了，不是国库的问题。这么复杂呀？你也别只顾着做生意，偶尔也要学一学朝堂上的事。学不学？反正我只想做个富贵闲人，学这些做什么？还是做生意轻松，反正有父皇罩着我，出了什么事我宫里跑就是嘛。又胡闹了，朕自然可以替你做主，可总有朕顾及不到的小地方，得靠你自己。萧星辰那么一个狐狸在你身边，好好跟着他学些心眼儿，别天天只知道和他吃喝玩乐，把朕的首辅当小官儿用。也没有总这样。等等，父皇你派人监视我？你这财神娘子名声都快传到境外去了，用得着专门派人监视？不用朕打听，多的是人在朕面前说你嚣张奢华，要你收敛呢。我知错了，以后会注意的。这算什么错？该玩玩，该花花。你等过几天水患解决了再来，朕有好东西赏你。令月从宫中出来，去茶楼喝茶，撞见顾颖轩和林嫣私会。吉祥，去把刘翠莲请过来看戏。刘翠莲一脚踹了房门，顾颖轩正在林嫣身上耸动。当天化日，你们竟敢私会！刘翠莲一把拽住林嫣的头发就往墙上撞，侯府下人一把将顾颖轩抱住，拖到一边，致得他动弹不得。你这个泼妇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，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往死里揍你！刘翠莲把林嫣从2楼踹下去，捆着顾颖轩回府。隔壁包厢看到全过程的令月拍手称快。公主，侯府的人怎么拉偏架？老侯爷说了，以后2房是刘翠莲当家，只要她师出有名，喊一声让把顾景轩往死里打，他们都得听。
刘翠莲若是知道那贵人是太子，不知会不会后悔。不对，以上一世刘小姐的惊人之举来看，她脑子里就没有服软这个词，只有一不做二不休，斩草除根。刘翠莲哭哭啼啼的往老婆的面前一跪，公爹在上，儿媳不敢撒谎，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。他瞒着我去外头见女人，看到我过去抬手就打，要不是侯府的人拦着，我就要被他们俩打死了。你这个畜生，那女人给你灌了什么黄汤，为那个女人疯成这样，简直是匪夷所思。看来老夫不动真格的，你是吃不到教训了。去拿老子的长枪来，还有先皇御赐的免死金牌。父亲这是为了什么？老子要去一枪捅死那个祸害顾家的贱人。别说他只是太子的姘头，哪怕是太子妃也不行。反正我这老东西没几年好活，临死前把那贱人带走也值了。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要伤害叶儿。公爹，你是一家子的主心骨，可千万别做傻事呀！还是儿媳去吧，反正儿媳一条贱命不值钱，为了侯府的将来，值得。你说什么？爷，我说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别去太子府啊。秦南风来到公主府，顾景轩挨了一顿狠打。就这夜里，刘翠莲还不消停，听说他准备了助乐的药酒。顾景轩想歇息，就是一顿臭骂和鞭子抽，逼着他再来。你这亲弟妹和顾景轩挺配的，换个稍微弱点的都压不住他，说不定不等咱们报仇，他就先被这个女人吸死了。那你可得好好提点着他，顾景轩是他未来的富贵保障，省着点用。好，我回去就对他说。那林嫣儿回东宫后，比顾景轩好不到哪里去。刘翠莲之所以闹得这么大，是因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林嫣儿回到东宫后，被陆辉训斥：你就那么喜欢他吗？宁可欺骗我，也要和他相会，还和他搞在一起。好，既然你已经是残花败柳，那我也用不着疼惜你了。陆辉越骂越激动，直接把灵儿给睡了。等看到了床上的血迹，抱着灵儿求原谅：你把我的清白玷污了，我脏了，我再也不是那个冰清玉洁的女子了。你这样叫我还怎么有脸去见他？陆辉想要跪下求原谅。殿下，使不得，你是大齐的储君，这样会折林姑娘寿的。是啊，若是被皇上知道，一定会生气，殿下不知分寸，也要把林姑娘赐死的。我绝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就把身子给你，我要名分。我一定给你名分，让你风光大嫁。宁月把事情告知秦南风。好家伙，我是真看不明白这个贱人了。他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做太子妃，为何还要对太子三心二意呢？因为他贪婪了，既想要太子妃的身份与好处，又想要其他男人们的爱慕殷勤。该说不说，这个女人是有点邪门，明明有眼睛的人都看出来她是什么货色了。那些男人还被她不离不弃，死心塌地的，怕不是给他们下了什么蛊？得亏他只能让太子和顾景轩发疯，要是他看中谁就能给谁下蛊，那可就乱套了。不止2个，还有谁？先前他开绣坊赚钱那慧儿，不是和你比着到处花钱吗？一来二去的看中了戏园里的一个戏子，还要给他赎身带走。那戏子开始宁死不从，后来林嫣儿说了些奇怪的话，那戏子就也疯了一样痴缠他，只是被太子处理掉了。陆辉想要跪下求原谅。殿下，使不得，你是大齐的储君，这样会折林姑娘寿的。是啊，若是被皇上知道，一定会生气，殿下不知分寸，也要把林姑娘赐死的。我绝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就把身子给你，我要名分。我一定给你名分，让你风光大嫁。宁月把事情告知秦南风。好家伙，我是真看不明白这个贱人了。他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做太子妃，为何还要对太子三心二意呢？因为他贪婪了，既想要太子妃的身份与好处，又想要其他男人们的爱慕殷勤。该说不说，这个女人是有点邪门，明明有眼睛的人都看出来她是什么货色了。那些男人还被她不离不弃，死心塌地的，怕不是给他们下了什么蛊？得亏他只能让太子和顾景轩发疯，要是他看中谁就能给谁下蛊，那可就乱套了。不止2个，还有谁？先前他开绣坊赚钱那慧儿，不是和你比着到处花钱吗？一来二去的看中了戏园里的一个戏子，还要给他赎身带走。那戏子开始宁死不从，后来林嫣儿说了些奇怪的话，那戏子就也疯了一样痴缠他，只是被太子处理掉了。什么奇怪的话？好像是什么你少清高，不过是个难度稍微高一点的攻略角色，只要是能选择的，本小姐想拿下你不过是时间问题，真是奇奇怪怪的。是那戏子还没疯时和其他人抱怨时提起的，大家都听不懂，没当回事。林嫣儿应该是有什么常人所不知的特殊手段，可以让男人对她死心塌地。她那么死的缠着萧星辰，是因为她也可以选择吗？暂时没见成效，只是因为难度高。若萧星辰也成了她的裙下之臣，那我这边可就麻烦了。秦南风离开后，萧星辰来了。殿下可是在烦恼忧心什么事？眼中的光彩都暗淡了几分。刚刚南风跟我说了林嫣儿和戏子的事。当初觉得这个女人不对，我便派了人接近调查。她的嘴本就不太紧，喝了酒更是为什么说是被我的人套到了不少话。也是，连我这个新手都知道，
培养眼线获取情报的重要性，他怎么会想不到呢？都套到了些什么信息？他应该是有一样神秘的邪术，可以收服男人的心，彻底为他所用。只不过这邪术有着许多限制。殿下放心，我一定尽早探出这邪术的弱点，不会让他威胁到你。其他人倒是无所谓，唯独你，倘若他把你彻底收服，整个大齐或许就没人可以拦得住他了。殿下何不索性抢在他之前彻底收服了我，这样两全其美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挖去臂膀。你若承认自己是我的臂膀，又何来彻底收服一说？难不成你现在对我的忠诚并不牢靠，还需要我用别的手段再稳固一番？殿下说的是我冒昧了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无妨，你我也是我亲密好友，私下开玩笑算不得什么。说正经的吧，他那邪术你可有应对之法？无需应对，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我不在可以被选择的范围内。真的吗？林依儿酒后亲自说的，说为什么我这样的角色却不在攻略对象里，要是能点亮进度就好了。不对，或许是隐藏了，坚持下去总有机会的。诸如此类奇怪的话。如果哪天你对他改观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别藏着掖着，我不会为难阻止你。想怎么迷恋他都是你的自由。只有那天，我只会拿剑杀了自己。被这样的人迷惑驱使，又给殿下添麻烦，还不如死了。别胡说，真有那天，我会尽力先把他杀了。你可别自寻短见，为了一个贱人折损萧星辰，他林燕儿也配？令月能否发现萧星辰的爱慕之心，又能否瓦解灵儿的阴谋呢？